下一口气，下切坑。我们上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根据上舰资格认证要求啊，今天我们组织舱室考核啊，下面我们开始抽取路线。这是山东舰上一间不大的舱室，一场形式特殊的考核将要从这里展开。参与考核的是几位刚来到航母不久的新舰员，跃跃欲试的兴奋之情写满了他们年轻的面庞。大家都看到了路线啊，下面开始考核。好，出发。此次考核的目的是检验新舰员对于整艘航母各个舱室的熟悉程度。他们要在规定时间内，按照各自随机抽取的考核路线行进，并完成诸多点位的打卡，最终返回起点。这看似充满趣味性的考核，实则并不轻松。下去上，走了，发现走错了，对，走错了，真是走错了，官方路线确实走错了。它这个应该是32路线。满载排水量达到6万多吨的山东舰，长300多米，宽70多米，甲板总面积15000多平方米，相当于2个足球场大小。在它庞大的舰体内部，纵横交错，分布着3000多个舱室。对于所有新舰员来讲，上舰的第一课便是熟悉航母内部结构，以及与工作相关的舱室分布。今天参与考核的这批新舰员，他们的考题难度更大，这是因为他们隶属安全部门。像我们从事这个安全工作，确实要不管哪个舱室如果发生什么灾害，必须要求在3分钟之内必须要到达那个指定的舱室。几位考官手握秒表，紧盯监控。众多摄像头中，哪怕参与考核人员的身影只是一闪而过，他们都能迅速发现，并且马上对下一步做出预判。过去9分钟了，1/3的时间马上要过去。随着考核时间逐步接近尾声，新舰员们陆续回到了值班室。我看你出现在这个出了3次，出现在这个地方3次啊，就这个要爬实地嘛，其他哪有要指定？这个他爬的头等通道。逃生通道，跑一遍对体能消耗也很大。对，赛过里一样。像咱们给他的路线的话，其实在出去之前，你心里有一个大概印象，我先到哪里，然后再到哪里。虽然说顺序是从前到后的，但咱们的出发点并不是在最前面。这个时候你自己规划一下，然后整体下来的话，可能更顺。这样的话，就对于咱们的时间把握更好一点。这位4级军事长名叫周亚林。今天新舰员的考核，让这位先后在辽宁舰和山东舰2艘航母服役18年的老兵感触良多。回想当年刚踏上航母的他，眼前的一切更是从零起步。咱们这个船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的城市的高度凝结。到咱们船上之后，它所有的东西都集合到了这么一个环境里边，管理起来其实是更困难的。所以呢，我们安全要从整个的一个通盘去考虑，然后要去把大家的一些不安全行为和环境中的一些安全隐患把它及时消除掉。一旦要是出现了不安全行为或者说是隐患苗头，我们要在它事故发生之前把这些苗头给它消除掉。纵观世界各国海军，即使是老牌世界海军强国的美国，近年来也是安全事件频发。2020年7月，好人理查德号2栖攻击舰起火，事后该舰退役报废。2022年1月，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搭载的一架 F-35C 舰载机降落时发生事故坠海。航母这一被誉为海洋霸主的庞然大物，实则潜藏着无处不在的风险与挑战。我们这个排查的话，主要就是对咱们飞行甲板的整体的一个义务排查进行一个补充排查，着重针对呢就是一些舷台，然后像咱们正常义务排查不容易关注到的一些部位。对于这个舷台呢，我们要着重看一下一些边边角角有没有遗落的一些零散物品。飞行甲板这一块的话，被誉为世界上最危险的作业场所之一。这一块的话，很多架飞机都在上面开着各种各样的作业，有起飞，有降落，包括一些加油、充氧等等这些。所以说，它这个整体的作业环境是非常复杂的。整体上在甲板上，一个是我们自己心理压力是比较大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整体的作业环境都很危险。你不单要关注自身的安全，像我们还要去从事安全工作的话，你还要保证其他人员的一个安全。带着专业的经验积累，
周亚林从辽宁舰来到了山东舰，他也从当年的专业小白成为了山东舰安全部门的中坚力量。一代代航母人正是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执着和不断超越的勇气，才让中国的航母事业奋起直追，日新月异。考核过后，周亚林又置身于繁忙的甲板之上，不同于周围人群所展现出的激动与兴奋，他的眼神中流露出的更是一种紧张感。其他人他们的工作的话，就是我在我自己的岗位履行好我自己的职责，然后保证我这一块不出任何问题。因为大家都这么做的话，其实整个流程就是顺畅的。但我们是在大家的基础上，要给大家做一些补充工作，就是大家容易忽视的一些点，他能忽视，我们不能，我们必须要帮他检查到、提醒到位，确保他的整个工作是顺利的。所以当时兴奋是有，更多的可能还真的是紧张。安全部门将自己的工作形象地比作航母上的啄木鸟，精准敏锐找到问题并消除隐患，保航母平安，保战斗力稳固。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其实对于当时的选择，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接触到安全这个专业之后，自己感觉确实我们这个专业还是很神圣的，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们不单单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待一些问题，我们更多的要考虑一个全局，考虑其他人，让大家在一个安全顺利的环境下，更好的去开展工作，大家的心情才能舒畅。昨天我跟那个起飞分位第3起飞位放飞歼15飞机。醒目的黄色马甲是航母甲板上彩虹人队伍中标志性的存在之一。他们的任务就是指挥舰载机在狭小无比的甲板上行走，而在面罩之下是一位展现出不输男儿气概的女兵。然而在踏上甲板之前，她的工作岗位是与甲板并不相关的话务兵。正好很机缘巧合，就说这个部门它需要一个一专多能的，然后说需要从别的部门协调到这个部门这个专业来，然后我当时就算是踊跃报名，真的是踊跃报名，我要去这个尝试一下，然后我就过来了。山东舰实施的一专多能人才培养计划，组的女孩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成为引导员的专业道路。这一抉择不仅是对吴娇娇个人勇气与综合素质的一次考验，更是对未来航母创新发展路径的一次勇敢探索与挑战。当时部门航空的话，只是粗略的有一点点的了解，最主要的还是看他们的这个衣服吧。原来有黄色的，有红色的，有绿色的，还有蓝色的，还有紫色的。然后等到机务上来的时候，还有棕色的。当时就觉得这个衣服还挺有意思的。然而，令吴娇娇始料未及的是，甲板作业面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她最初的想象。绝非仅仅依靠颜色区分那般简单直观，这番初来乍到的经历，着实给了他一番深刻的触动与震撼。这个甲板，什么是起飞区、着舰区、停机区，然后这个机库的站位，然后甲板的站位都是分别 A 代表什么 ，B 代表什么 ，C 代表什么，当时这些都是靠死记硬背的。那会儿就是，从什么都看不懂到都看得懂，因为当时去的时候我是通信的嘛，我只能是熟悉终端电话这些东西。等到后面你熟悉了这个甲板之后，你会发现这些东西自然而然的你脑袋里面就有了。登上甲板，这仅仅是吴娇娇的第一步。当她真正身穿黄色制服，承担起指挥重任的那一也很慌。然后当时飞行员就是他自己也看不到甲板嘛，他看我都看到自己在座舱里变形了，然后往后退这么看然后我自己其实当时也挺慌的，真的觉得还挺慌的。这个保障和平时里面自己学到的这个理论知识很大的差别。下面开始进行舰载机放飞引导手势训练。
向飞行员发出展开机尾翼，人员靠检查，允许滑出，向前滑行。但是你这个滑行的时候，比如说现在向前滑行吧，啊，好下车了，是吧？人员靠近，继续保持车侧，折叠机翼。你这个手上的时候不要这样上来，就你这个手上来就是说，比如说这样吗？这样上来的。就比如说你现在是折叠机翼嘛，如果你这样上来，它会以为在展开机翼，所以说你就是这样，对。然后到位之后下车，等等。吴娇娇深知，她的每一次挥手都关乎着航母的安全与效率，因此她不敢有丝毫懈怠。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特殊性吧，虽然我们大家都叫军舰，但为什么我们叫航母？就是因为我们主要是保障舰载机在这条母舰上的起降，所以说这个一专多能，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有必要的，而且这个一专多能确实也开阔了所有舰员的眼界。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是航母编队面向未来着眼长远的关键举措。在瞬息万变的现代海战中，单一技能难以满足复杂多变的作战需求。通过一专多能，不仅提升了个人综合素质，更为航母编队的整体战斗力注入了强劲动力。这位在塔台上忙碌的女兵，名叫寻香。虽然她只是一名上等兵，但却肩负着至关重要的任务，利用雷达精准引导舰载机安全着舰。我们专业主要是像着舰引导，它主要是在飞行员有回收的时候，比如说如果有天气不好，或者是夜间飞行的时候，那你就需要在舰载机15公里，接近15公里、20公里这个范围，我们就直接跟飞行员有一个引导，给他汇报这个偏差，然后让他进行这个修整。若遭遇极端天气，导致飞行员目视距离受限时，着舰引导员便需与舰载机飞行员紧密配合。这一过程无疑对着舰引导员的专业能力和业务素养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其实更多的是你在看，飞行员关注这个数据的这个情况可能不太多，因为他更多的是从这个波道里告诉他数据的偏差。相对来说，只要你声音很肯定，就是他会信任你说的这些，就你不能有任何的犹豫，包括有任何的卡顿。引导舰载机安全着舰，其核心在于保持一颗镇定自若的心。这对于初出茅庐的新兵而言，无疑是一项艰巨的挑战，甚至连周围的同事也不免为之捏一把汗。第一次引导的时候，也是侧面就是余光就瞥到了很多人站在这个身后嘛。在航母部队初创之时，第一代航母人需倾注大量心血与时间，精心培育每一位航母舰员。这一过程充满了艰辛与努力。然而，随着我们不断积累经验，技术日益精进，如今培养新一代航母舰员的周期已大幅缩短。寻香便是这一变化的生动例证，它的快速成长正是新时代航母人才培养成果的有力彰显。因为作为新舰员，我上来的时间其实很短，就是在用更年轻的方式组织一些，让这个每名舰员都能更多的学一些东西。因为我们专业就是我们中队，就是不只有这个着舰引导，还有包括一些其他台位的一些操作。好像更想去了解一些，就是其他台位的这个操作，也想看自己能不能为山东舰做些什么。在航母广阔的甲板上，寻香的身影显得格外耀眼。从一名普通的新兵，到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精准引导舰载机着舰的着舰引导员，
他的成长历程见证了个人奋斗与集体力量的完美融合。如今，站在航母的甲板上，望着远处那无垠的海洋，寻香的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期待。他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未来的路还很长，挑战也依然会接踵而至。但正是这些挑战，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更加热爱这份事业。在浩瀚无垠、波澜壮阔的大海之上，双航母编队劈波斩浪，气势如虹，为航母事业的崭新篇章开辟出一片广阔天地。从无到有，从弱变强。回想10多年前，我们的航母事业还是一片空白，而短短10几年时间，中国海军就以双航母战斗群的姿态同框列阵。如果说辽宁舰是探索的起点，那么山东舰就是创新的舞台。它宛如一座航母大学，培育着一代又一代的航母人才，引领着中国航母事业扬帆远航。站在新时代的潮头，我们回望过去，感慨万分；展望未来，信心满怀。属于中国的航母时代毅然到来，并且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向着更远的深蓝挺进。